你知道在世界上古神话中哪只巨兽的体重最重吗？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重达10万吨的金刚和哥斯拉，但他们也排不上前列。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神话资料，查找到10只上古巨兽的具体体重，并将它们由轻到重逐一排序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中国神龙。众所周知，龙在中国是最高等的神兽，因为我们华夏人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。上古时代的龙有着极强的战斗力，可以呼风唤雨，甚至移星换斗都不在话下。在民间传说中，神龙身似长蛇，麒麟首，鲤鱼尾，有5爪，相貌威武，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，说皇帝和大禹可能都是龙的化身，因此龙是皇权的象征，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为何能被称为龙的传人，并且中国龙的种类非常繁多，祖龙、应龙、烛龙等等等等，因此各异的龙体型也就不同，有些神龙身长在10多米，其重量自然不高，但有些却能达到100米之上，重量也有10吨左右，所以龙在神话巨兽中算不上什么重量级选手。第9，八岐大蛇。八岐大蛇是日本神话中的怪物，它是一种能带来灾难的凶猛巨蛇，眼睛像红灯笼一般，有着9头8尾可怕的外貌，所以它全身分为8个叉，这也是为什么能被叫做八岐大蛇。它身上长着青苔、桂树和杉木，身体能把9个山谷和8个山岗填满，它的肚子总是血淋淋，像是糜烂了似的，头顶上则常常飘着雨云，身躯犹如8座山峰、8条山谷般巨大，而且其身体内蕴藏着一把传说中的宝剑，但最后被英雄须佐之男斩杀。这么看来，八岐大蛇也是一个巨兽，那它的体重究竟有多少呢？据日本神话传说记载，其重量应该在30到40吨左右，这样的体重在日本怪兽中确实要被欺负了。第8，法天象帝孙悟空。我们都知道孙悟空有72变和法天象帝2种神通，当孙悟空施展法天象帝时，他可化身为身高万丈的模样。要知道，法天象帝是用法律凝聚而成的万丈金身，是实体的，身高体重全都有质的改变，甚至连肌肉密度、抗击打强度都会改变，差不多就相当于你从人间体变成了奥特曼形态的意思。而且这招在书里只有二郎神跟猴子会，悟空全书也一共只用过3次，应该算是终极大招了。变大后的悟空身高有万丈，体重更是有100多吨，这一脚下去不得把牛魔王踢废了。但即使有100吨的重量，在中外神话中，悟空也只能排进第8。你知道中外神话巨兽的重量排行吗？今天它来了，第7，比蒙巨兽。比蒙巨兽是陆地上最大的生物，它是大陆的王，是食物链最顶端的掠食者，有着坚硬到免疫万法的体质，以及强大到扛山一跃的巨力，就算是神明也很难轻易挡住他一拳。据说他每天都吞噬1000座山峰，他无法离开那些山峰，否则时间就会紊乱。据说比蒙高达几万丈，其重量要比金刚重至少50吨，毕竟他的体型摆在那，具体的体重差不多在200吨左右，真不愧是陆地最大的生物。第6，北海巨妖克拉肯。在北欧神话中，克拉肯是一种体型大到犯规的怪物，它的外形与章鱼和乌贼非常相似，但是绝对要比它们大无数倍。当克拉肯浮出水面时，就像是海上漂浮着一座大山。它与其他北欧神话怪物不同，不会轻易在海中作乱，而是死宅在海底，能苟到天荒地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神话中克拉肯的体长超过150米，长有许多巨大的触手。那如此庞大的巨兽到底有多重呢？北海巨妖身体足足有155米长，重量更是达到了330吨左右。这巨大的身躯，估计看一眼巨物恐惧症一定会犯。这种体型的巨兽在海洋中应该是霸主级别了。第5，重装泰坦马士萨拉。马士萨拉是远古时代的泰坦之一，它的外形如同一座大山，背部覆盖着岩石和植被，头上有2个公牛一般的角，因此被称为重装泰坦。根据帝王组织相关资料中的描述，马士萨拉身高150米，体重大概有8万吨，在金刚和哥斯拉之下。第4，金刚。相信大家对金刚都不陌生，如果要谈其具体体重的话，我们得从它的不同时期来分析。幼年时期的金刚身高有31米，体重更是有425吨。别看金刚的个子小，这个时候的金刚已经是一方霸主，拥有绝对的权威与地位。从2017到2021年，经过好几年的成长，现在的金刚已经长到100多米，站起来与哥斯拉的身高相差无几，其重量也差不多，大概有9万吨之重。如果两者的体型相差很多，也发生不了金刚和哥斯拉的世纪大战。你知道在中外神话中哪只怪兽的重量最大吗？既不是金刚，也不是哥斯拉。现在就为大家盘点一番。第3，哥斯拉。哥斯拉刚出道时身高只有50米，体重就有2万吨。也许大家可能会觉得太矮了，但是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建筑来说，算是非常高了。后来哥斯拉的身高长到了80米，体重有5万吨，这相当于26层楼的高度。又过了几年，经过哥斯拉的疯狂生长，它的体型直接飙升到100米，相当于30层摩天大楼的高度。6万吨的体重让哥斯拉成为了一个像山一样的大块头。在电影《金刚大战哥斯拉》中，它的身高直接拔到119.78米，仅尾长就有177.4米，体重直接飙升到99634吨，接近10万吨。这样的哥斯拉从
从外观上看就非常壮硕，是一个胖乎乎的大块头，就连奥特曼在他们面前也会显得非常娇小。第二，基多拉。或许很多人都认为日本最大的巨兽就是哥斯拉，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。哥斯拉有个最大的对手，被称为最强的反派，叫做王者基多拉。他3头2尾，身后有巨大的翅膀。基多拉身高158米，比哥斯拉足足高出2、3个头，其翼展大概在400米左右。而在最新的数据中，也给出了其具体体重是在141056吨，足足有14万吨，堪称历代最重。第一，鲲。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对鲲鹏的了解，都是来自于庄子所写的《逍遥游》。庄子对此神兽的描写气势宏大，运用生动的比喻，让人身临其境，荡气回肠，不能自拔，也成就了一篇千古传颂的佳作。鲲是当时北方大海中的一种巨鱼，其体积庞大到一种变态的程度。从鱼头到鱼尾足足有几千里长，而它继续生长的时候就会化为大鹏鸟。大鹏鸟的身体同样是变态的，展开双翅，天地都会为之变色。不仅如此，大鹏的双翅还可以遮天蔽日，就像天上的云层一样，连地平线都遮盖了。想想看，如此庞大的生物，而且还肥得不行，这体重不是嘎嘎碾压基多拉吗？因此，神话世界中最重的巨兽非鲲鹏莫属了。